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97.61，收盘价是389.7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4.80，最低价是在378.0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在前一日收盘价的附近，当日的成交量是9610.64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 倍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上行，也就是说继续上涨。上方是在405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那在盘中股价是一路下行，下方是在377附近，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遇到了支撑。在尾盘的时候股价被拉回到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附近。那么当日的收盘价呢，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平。那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日后股价如果是低开低走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有回档的一个走势。因为在相对这样一个高的位置当日的这根 K 线的线型，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锤子线的特征是含有上下影线，然后呢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或者 1.5 倍以上。那么在高位出现锤子线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呢，这是变盘的信号 K 线。所以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跌破了它的最低，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当然，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高开高走，日后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404.80，那么这根锤子线呢将会成为一根回档的 K 线，也就是回后再上涨，那么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上涨的行情。那继续上行的目标仍然是要创造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新高，也就是站上414.49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了2个可能，一个是继续上涨，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395附近，另外一个是在410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也是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在385附近，另外一个是在375附近。而实际在12月9日收盘价是在389.79这个位置，股价是出现了横盘。那至于我们预测，也就是说当日虽然我们预测的走势尤其是第2个可能走势是完全相同的，是跳空高开盘，但是呢最后收盘价被拉抬到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附近。所以呢这2个预测是完全
与当日的实际发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如果目前股价还是在上行的走势中，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12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就是400关口。虽然前一个交易日股价是突破了这个位置，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第一个目标，所以上行的目标仍然是400关口。那400关口呢是一个强压力，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呢，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是414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呢，我们说股价呢将会继续有上行的走势。好，这是上行的2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说到上行这个目标啊，我们会看到股价在接近400关口，也就是这个位置，和上方的414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是生成了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说明在这个区域啊，股价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说呢，我们近几个交易日就是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否则如果不能突破414呢，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头而出现回档的走势。当然，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会更有利于突破历史的最高，也就是414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27，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然后第二个目标是309，第三个目标就是239。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在12月1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84附近，那股价呢在它的上方运行将会收在高位。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当日股价是在尾盘的时候才被拉升，收在了我们这个观察位的上方。好，那么到了12月10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就是这根锤子线实体的下沿，我们取整数390。好，那么在12月9日生成了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如果能够在这根锤子线实体的下沿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向上。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390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测试下方的5日均线值而收在低位。那这样一来呢，在这个地方呢，很可能会做头。那日后如果股价跌破了377，就是这根垂线的最低，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深度的回档，而去测试20日均线值。好，那这是我们关注390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45%的多头仓位，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呢，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2月6日收盘价是在389附近加仓，然后呢在加仓之后，这个4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329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之前给的停利的位置和止损的位置啊，都是在下方。那么到了12月9日收盘价在389.79这个位置，那对于多头来讲，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这是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我们只有等日后股价
能够站上404，我们指的是收盘价，然后呢才有可能会去考虑继续加仓。好，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停利位置是守20均线值。那么股价出现变盘信号 K 线之后我们把这个停利的位置提升到12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77，也就是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对于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那么止损我们给出的位置是守20均线值，20均线值在12月10日，将会到达348这个位置，348到349。那么股价日后跌破了这个位置呢，对于这个仓位是可以止损出场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很明显我们会看到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90一直到404，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当然还有上方的414，那么它的目标就是20均线值348和下方的327，也就是第一个目标。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400关口，第二个压力位呢是405，前一日 K 线最高，第三个压力位是414。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378到380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361到362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348到349之间。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2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我们认为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5，最低下方会回踩到377，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381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或者说是继续上行。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0，上方最高会到达400，也就是400关口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那么出现这样的反弹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小幅的反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